欢迎来到 Agent 创世纪，本期解读吕贝克大学自主系统实验室研发的最新成果。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基于世界模型反馈的在线持续强化学习技术。该系统赋予了机器人自我修复与反思的能力，使其能突破预编程极限，在未知环境中像生物一样自适应进化。虽然模拟生物是目标，但多数机器人表现依然脆弱。核心症结在于当今控制系统的参数在部署后完全固定，一旦遇到偏离预设的分布外事件，也就是 OOD 异常，预编程行为就会迅速崩溃。而动物能根据伤病瞬间调节策略，这种灵活性正是机器欠缺的。研究指出，真正的智能需要终身学习的能力，而非仅仅执行静态指令。为了克服局限，研究对比了传统与持续强化学习的差异。传统强化学习依赖线下训练，且部署后参数冻结；持续强化学习则采用在线闭环范式，能实时检测物理环境的变化。它不再依赖海量数据穷举，而是通过自动重构控制策略来应对异常。这种动态演进使知识状态始终保持持续适应，实现了系统的坚韧性。这种持续适应的灵感源自神经科学中的最小化意外原则。高等生物大脑通过内部模型预测未来，并以此评估环境的熟悉度。当现实遭遇突变且不符合预测时，系统会产生一种意外感。机器人借鉴了这一机制，将意外感作为关键的触发信号。一旦意外感产生，系统就会自动从执行切换到学习模式。为了将这一原则落地，系统引入了 Dreamer v3 世界模型作为认知引擎。与需要海量真实交互的传统算法不同，它采用了基于模型的强化学习路径。其核心策略主要在模型生成的虚拟梦境中进行训练。这不仅大幅减少了物理实体的磨损，还让样本效率实现了指数级的跃升。梦境训练的底层逻辑是在潜在空间进行推演。机器人通过编码器将当前的观测压缩为潜在变量，随后系统会执行15步的超前预测，在计算复杂度与误差之间取得平衡。这些推演最后会被解码为对未来现实和奖励的预测。这一机制允许机器人在没有实际行动时就精准预判接下来的多种可能性。既然有了预测，系统就需要量化它与现实的偏差。系统引入了 OPR 与 RPR 两个指标，分别对应观测预测残差与奖励预测残差。OPR 用于捕捉物理环境的突变， RPR 则反映任务表现的收益落差。机器人的意外感并不源于硬编码，而是源于预测与现实之间的数学距离。为了实现自动激活，模型会后台追踪指标的滚动平均值。系统采用3西格玛统计阈值作为触发界限。一旦 OPR 或 RPR 突破3个标准差，系统就判定发生了分布外异常。此时，机器人将立刻触发自适应微调协议，从执行模式切换到学习重构模式，以应对突发的物理挑战。整个修复过程形成了一个无需人工干预的自动闭环。在识别到异常后，系统会建立数据隔离防火墙，冻结受干扰的历史经验。随后，机器人进入梦境重构阶段，在虚拟潜在空间中重新训练控制策略。最终修复后的新策略将无缝部署到物理实体上。这种机制让机器能在尝试生存的同时，自动重连其神经网络。在重构过程中，机器人面临最困难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自己已经康复并停止学习。由于策略与世界模型高度耦合，系统容易陷入假性饱和的陷阱。此时不能仅依靠单一的外部奖励指标，因为模型可能看似收敛，但策略仍在探索。为了确保真正的数学收敛，研究人员引入了多维度的内部训练指标进行交叉验证。这个交叉验证体系由3个核心内部指标构成。首先是动态损失，它衡量模型对物理规律的预测准确度；其次是优势幅度，反映了策略优化的波动情况；最后是价值损失，代表对决策预估的确定性。只有当这3大指标同时进入平稳运行的稳态收敛区，系统才会判定机器人康复并自动终止微调过程。为了验证这套算法，研究者在3个不同维度的试验场进行了测试。第一个是 2D 纯模拟环境下的行走器，测试关节损坏后的表现。第二个是 3D 高保真仿真中的4足机器狗，面临驱动器严重衰减的挑战。最后是 F1 Tense 实体赛车，旨在验证系统如何跨越从模拟到现实的鸿沟，并应对真实物理世界中的摩擦力突变。在试验1中，研究者使用了 DMC Walker 行走器，
当它在第5000步稳定前进时，系统随机剥夺了一个关节的能力，将其齿轮比瞬间削减了50%。这一突变导致行走器立刻失去原有的平衡，由于控制策略无法适应硬损伤，机器开始出现频繁的踉跄和摔倒。在故障发生的瞬间，系统观测预测残差 OPR 激增，奖励值暴跌。异常检测机制在毫秒级内成功捕获了故障，并迅速启动闭环微调，仅用了不到1万步，相当于2分钟的模拟时间，各项内部指标曲线就重新逼近了健康基线。系统通过大脑重塑，自主学会了利用残疾肢体维持平衡的新步态，让行走器重新站立起来。在试验2中，研究者将场景切换到 NVIDIA Isaac Lab 高保真物理引擎，测试对象是一只经过2500万步预训练的 Animal 机器狗。在第9000步时，实验强制将其右后腿驱动器的速度极限降至原有的 33%。这种严重的动力失调导致机器狗步态瞬间撕裂，在连续倾覆的边缘疯狂踉跄。经过约5000步的微调，也就是现实中的4分钟，机器狗成功找到了稳定的3组补偿步态。遥测图表显示，指标在经历一段激烈的探索后，最终回归平稳。更关键的证据是，图中代表失败对比组的灰色虚线，由于指标拒绝平复，系统精准识别出了修复并未收敛。这证明了评估机制极其可靠，它能精准识别失败，坚决拒绝在未真正康复前终止学习。在试验3中，系统面临的是更具挑战性的 Sim to Real 跨越。数字大脑在纯净仿真中经过1000万步训练，已具备理论上的极限驾驶能力。但当它被装载到20赫兹运行频率的实体赛车中时，现实世界细腻的摩擦力与传感器延迟立刻造成了冲击。由于物理法则错位，赛车出现了抽搐式驾驶并频繁撞墙，这构成了严峻的分布外事件考验。在落地瞬间，赛车的 OPR 指标瞬间爆表，暴露出真实赛道与虚拟梦境的巨大割裂。经过约1万步，也就是8分钟的物理自适应，预测曲线开始吻合，车辆恢复了稳定运行。随后，赛车甚至开始了自我进化，在5万步时学会了寻找更极限的过弯切线。这种超越基准的能力，标志着系统在真实物理环境中达到了完美的收敛状态。在第52000步，研究者人为降低了后轮 20% 的摩擦力，导致赛车在弯道失控。内部损失函数迅速响应了角速度变量的异常波动，无需任何人工救援，系统仅用1分钟就完成了策略重构。赛车自主选择了降速保稳的新策略，虽然牺牲了少许速度，但实现了在低抓地力环境下的零失控过弯。虽然自适应能力强大，但机器何时停止学习也取决于应用场景。对于有外部援助的低风险工业巡检机器，应采取保守策略，一旦恢复最低安全阈值就冻结学习。而对于像火星探测车这样高风险且绝对孤立的系统，则需要保持最高可塑性，不惜代价持续学习以突破困境。这意味着机器的康复判定不仅看数学指标，更取决于现实的容错率与成本。面向未来，研究提出了下一代赛博神经系统的3个方向。首先是将算法与 RT2 等大规模基础模型融合，作为陌生环境下的在职微调引擎。其次是引入模型预测控制 MPC， 在危险试错发生前实施预测阻断，实现零碰撞学习。最后是引入大语言模型作为评判官，利用其常识逻辑，在开放世界中协助判定收敛阈值与伦理安全边界。吕贝克大学的研究通过结合持续强化学习与世界模型，彻底打破了预编程的枷锁。从2D 模拟到实体赛车的成功跨越，证明了系统在应对分布外异常时的自我重构能力。这标志着机器人正从单纯的执行工具演变为具有反思与修复能力的觉醒个体。未来关注大规模基础模型融合，将是机器人在不可预知世界中生生不息的关键。